写给七七奶奶的一封感谢信，一位菲利斯塔粉丝的真情告白。亲爱的七七奶奶，你好。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我的心里满是感激与感动。作为一名从菲利斯塔视频关注她多年的粉丝，我看着她一步步从一个远嫁中国的非洲女孩，成长为一个母亲、妻子、姐姐，再到现在背起家庭责任，远赴非洲照顾姐姐的人，我真的由衷地佩服她。但与此同时，也深深为她留下的家人牵挂不已，尤其是豆豆，一个还没有长大的男孩，一个瘦瘦小小，刚刚从幼儿园毕业，身体有些弱的小豆豆，被妈妈留在了中国，由爸爸和聋哑的爷爷一起照顾。按理说，这样的家庭组合会让人非常担心，生活上会不会照顾不过来，孩子会不会感到孤单，老人听不见会不会出危险，父亲一个人带娃会不会太辛苦。但在他们的生活中，出现了一个温暖的角色，七七奶奶，也就是你。我知道，您不是他们的亲人，没有血缘，没有义务，甚至没有什么利益关系，但就是您，像一位真正的亲人一样，默默地守护着这个特殊的家庭，给豆豆、爷爷、爸爸带来了无法用言语衡量的温暖和力量。今天，我代表很多像我一样默默关注菲利斯塔、关心豆豆成长的粉丝，给您写下这封信，想大声地对您说一句：谢谢您，七七奶奶。您的一碗饭，抵得上人间所有温情。在菲利斯塔离开中国，带着女儿菲儿回到坦桑尼亚照顾姐姐劳务的时候，她最大的牵挂就是豆豆。我们都知道，她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妈妈。她对豆豆的担心，不仅是因为自己身处异国，相隔万里，更因为豆豆从小身体瘦弱，性格又有些内向，是那种不容易主动交朋友，也特别依赖妈妈的孩子。但让人感动的是，自从您出现在他们生活中之后，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。据我们了解，每次您家里做了好吃的饭菜，总会喊豆豆、爸爸还有爷爷一起过去吃。炸酱面、清炖鸡汤、胡萝卜土豆炖牛肉，甚至是自己种的蔬菜，只要有，您都会想着那一家。您知道吗？这些看起来简单不过的邻里互助行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正在变得越来越稀缺。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邻居付出，不是每一碗饭都端得出来，不是每一份善意都能做到坚持。可您做到了，而且一直做着。豆豆说过一句话：七七奶奶的饭，有妈妈的味道。这句话足以让我们这些屏幕外的观众泪目。而您给的不只是饭菜，是陪伴与照顾。七七是豆豆的玩伴，一个年纪相仿的小女孩。两个孩子在您的照看下，逐渐熟络，成为好朋友，一起玩沙子、骑小车、打乒乓，甚至一起画画、看动画片。这样的童年，不仅让豆豆不再孤单，也在潜移默化中治愈着他思念妈妈的不安情绪。而您不仅给豆豆饭吃，更给了他一个港湾。当爷爷因为聋哑无法随时照应，爸爸忙于工作的间隙，是您在默默盯着两个孩子玩耍，避免磕碰和危险。是您在细心观察豆豆的情绪变化、身体状况。有时候孩子感冒，您第一时间去找药、煮粥，甚至有一次还亲自送去医院。您不是豆豆的奶奶，却做着比奶奶还贴心、还细致的事儿。我们常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但您不仅是近邻，更像是天上派来的守护天使，陪伴着这个小男孩度过一个又一个没有妈妈的夜晚。一个孩子的成长，藏着一位奶奶的善良。豆豆的成长轨迹和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是中非混血，肤色不同，长相不同，家庭背景不同。这样的小孩在中国乡村
其实很容易成为被围观、被议论的对象。但在您所在的这个社区，在您的身边，我们看到的是包容、平等和尊重。在您的带动下，其他邻居也没有歧视豆豆，反而更加主动关心他。有一次下雨天，豆豆没带伞，您用自己肩上的披巾帮他盖头，说：“孩子别感冒。”这一幕被邻居拍了下来，发到网上后感动了无数人。这样的举动，点点滴滴却深入人心。我们相信，豆豆会永远记得在妈妈不在的那段时间，有一位笑容慈祥的奶奶，总是在他身边，像妈妈一样照顾他。他也会在将来的成长过程中，学会像你一样，做一个温暖他人的人。4. 您的善良是这个复杂世界里最珍贵的力量。现在的网络上充斥着争吵、对立和冷漠，很多人为了流量不择手段，为了利益不择方式。但你像一朵静静绽放的花，在一片喧嚣中始终温柔如初。你没有网络账号，不直播，不带货，不博流量，甚至连露脸都不多，但偏偏就是您这样一个平凡的老人，温暖了万千粉丝的心。我们常常说，伟大不是喧嚣的正义，而是平凡的善意。您就是那种日复一日默默行善的人，用最朴实的方式影响着身边的一切。您照顾豆豆、爷爷、爸爸，不求回报；您陪伴琪琪，也没有过度溺爱；您帮邻里互相串门、送菜、照看小孩，这一切您做的自然又真诚。5. 请您一定要健康，一定要幸福。最后，我想说，我们这些关注菲利斯塔、关注豆豆的粉丝，真心希望您能身体健康，心情愉快，日子幸福。如果有一天，豆豆长大，回过头来看自己童年的视频，他一定会在镜头里看到这样一位老奶奶。她不说大道理，却总在厨房里忙碌；她没有豪言壮语，却总在饭桌边守候。她不是妈妈，却比妈妈还像妈妈。而我们也会永远记得，在菲利斯塔奔赴坦桑尼亚，去照顾姐姐烙欧，支持小刘，扛起家族责任的那个日子里，是你守住了她留在中国的家。所以，请允许我再次大声地对您说一句：谢谢您，琪琪奶奶。谢谢您的温柔与善良，谢谢您的存在。愿您的余生安好，愿您的笑容永在，愿这个世界因为有您这样的人而变得更加温暖。